你去哪儿了啊？在这是吧 ？Hello， 各位老师好。嗨。坐这是吧？还没开始吧？我也不知道。各位，有请两位。这样，我们先请，来，我们先请陈宇老师跟肖春阳老师跟我们媒体朋友们打声招呼。各位老师，中午好，谢谢你们的到来。老师大家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肖春瑶，谢谢大家。欢迎二位主演今天是来到了现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莲花楼》台前幕后的故事。我们先请二位介绍一下自己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好不好？我在戏里饰演的是那个金渊盟盟主黎飞升。欢迎黎飞升，陈毅。那我就是四顾门门主了，四顾门门主李相夷和莲花楼楼主李莲花。欢迎李相夷，也欢迎我们的李莲花楼主，欢迎二位，我们给二位一点掌声好不好？欢迎各位在下午跟我们见面。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工作人员送上另外一位人虽然不在，但是心意已至的一位好朋友。来，我来请出他。当，我们放在这边吧，放中间，别放这边，放这边。他要一直陪伴我们，因为好。就我们第3位小朋友，来，这一位，要不我们请2位主演帮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是在《莲花楼》剧中扮演的角色是方多丽，方小宝，演员叫曾舜晞，非常可爱，因为他今天在剧里拍戏没有赶过来，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弟弟，也多多支持莲花楼，谢谢。那么接下来呢，其实今天我们要再次欢迎程毅、肖顺尧，还有我们可爱的方小宝代表曾舜晞来到我们微博追剧团的活动现场。其实刚才我们沉浸式的看到了莲花楼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所以今天就像是一个沉浸式去莲花楼里体验做客的感觉。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联络人们对2位主演想提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现场问一问，好不好？首先第一题就是全国的各地的网友都在追我们的莲花楼，大家呢也是真情实感的在安利我们的剧。然后前2天就上了个热搜，叫做全国剧粉放狠话追莲花楼。然后有河南的网友就说，如果这莲花楼不好看，我就一辈子不喝胡辣汤了。然后还有广东的网友说，如果莲花楼这不好看，我这辈子就不穿人字拖了。所以我想问一下程毅和肖春尧，如果让你们用这种方式来给莲花楼打 call 的话，你们会说什么？放狠话追莲花楼就自己跟自己的家乡地域可以小小的结合一下。因为我平时喜欢健身嘛，如果目前除了工作，业余时间都在健身房，我觉得莲花楼如果不好看的话，我肖春尧就不进健身房半步，永远不进健身房了。因为健身对于你来说是非常热爱的一项。目前来说是的，对，我觉得也是最方便的一个活动嘛。是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呼朋引伴，告诉身边的朋友们莲花楼很好看，好不好？谢谢大家。接下来程毅，如果莲花楼不好看，我就湖南人了。我说不是湖南人，我就不吃辣，湖南辣。永远不吃辣了。程毅平时的口味其实是能吃辣的，蛮清淡的。可能这个莲花不就这样吗？1000个心眼，1000个心眼，李莲花嘛。就是我自己不大爱吃，但因为我是湖南人，如果就湖南人不是爱吃辣，对，就不吃辣，赌上我们湖南好友们的这个口味，是不是？希望大家多支持莲花楼。希望大家多支持莲花楼。是的，感谢2位主演的打 call。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工作人员递个麦，谢谢。有什么问题想问2位演员？我想问一下2位主演都说《探案联盟》一共有800个心眼子，李莲花1000个，黎飞升没有，方东病-200个。然后想问问2位对此怎么看？2位对此怎么看？给你们的智商做了个排行。黎飞升认了，确实没啥心眼儿，因为他这个角色相对来说就是挺直给的，人他活着一世吧，
也是一心想成为武林之巅。那成为武林之巅，必须得和李相夷打上这么一架，来分个你我高低。所以，确实他的行动路线会比较直给啊，一心就是想寻找李相夷。他还是比较直接、简单的对，一个人，很直接。是的，对他的追求，他的目标、目的也很直接，明确的，明确，非常明确，就是要找李相夷，就是要找他。哎，李相夷的扮演者陈毅怎么回应我们这位博主的提问？安老师好，这个提问我也看到了，就是自己演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么多个心眼，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自己看到这些动图啊，或者网友们做出来的图片，我看到这，我和我家里人还有爸爸妈妈都笑哭了啊，都觉得对，觉得蛮搞笑的，真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李莲花和李相夷，他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就李莲花嘛，他其实更多因为每个角色他有每个角色的那个执念，是他有自己要完成的想做的事情，比如他就想比武，那我可能我还不能剧透，因为我要做的事情，我有自己的那个使命，是。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他们其实都非常善良，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一部武侠剧嘛，大家都是有正义感，都很善良，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李莲花她是比较心眼蛮多的，心眼观众挺的，因为老是那个什么骗你们嘛，对。但其实程毅在扮演的时候没有说我要把他往有心眼子去演，我没有这样想，没有想，但是可爱的观众朋友们说出来，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看到了背后一层的故事，背后一层啊。对，我们演的过程当中没有想过这个所以与其说是心眼子，还不如各个角色的完成自己的人物使命，就是和道路上所做的一些筹备，其实算是啊。对。好嘞，感谢程毅的回应，然后我们也谢谢二位主演刚才的回答。接下来我们再看，有的你现在让我们想，可能具体想不出来是哪些场，但是因为我们俩演的就是两个人10年的，已经是很要好的亦敌亦友的关系嘛，所以在现场有一些生活中的处理的时候，会多一些，就是把10年的这种生死之交的这些暗线埋到表演的里面，有可能是某一个眼神啊，或者有人特别了解彼此，因为像方多病加入以后，毕竟我们俩在10年前就已经是敌人也好，是对手也好，还是挚友也好，所以那种两个人之间的那种熟悉感和兄弟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觉，我们可能会加在，我觉得眼神里面可能会多一些。就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不方便说的时候，狄飞升跟李相夷、李莲花两个人一对视，眼神中一交流就知道，这种默契会多一些。接下来来看下一个问题，就这周的剧情，狄飞升不是失忆了吗？对。然后呢，失忆前在手上写了要找李莲花这几个字，然后大家就好奇啊，说怎么在失忆这个关头，你第一想到的是找李莲花，没写找李相夷，这是为什么？狄飞升能不能帮我们回应一下？因为其实狄飞升跟李相夷，还是狄飞升和李莲花，我觉得他都是分2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0年之前，10年前的对于狄飞升来说，那他就是李相夷了，所以10年以后的狄飞升，他要找的人那一定是李莲花啊，他算是一个节点吧。对，10年后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我认识的可能就是李莲花了啊。10年之后再次相遇，没错。然后孝顺尧在现场回应，为什么手上写找李莲花？打架是吧？对，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不同阶段，其实之前陪伴的是李相夷，在10年之后，可能见到程毅扮演的角色，就变成了找李莲花。对，没错，是的。关于兄弟之间在片场相处的这种感觉快乐。兄弟之间啊，其实方小宝他热血少年嘛，他其实他骨子里是蛮善良的嘛，但也很执拗。狄飞升呢，他其实虽然他爱打架，但他其实内心也是非常正义的。我觉得这3个人能聚在一起，其实
蛮有意思的。首先是编剧老师还有导演，他们能把这3个人物能写完整。还有其次一点就是说，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蛮有吸引力的，因为对于以往的我来说，作为演员来说，这样的故事我没有接触过。因为自己我觉得男孩子都可能有一个武侠梦，是啪啪啪就打，但是从小看小人物到大英雄，那这个故事更多的让我感受得到，就是他反正就我觉得逆行式的一个成长，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也害怕观众会不会不接受，可能当时也会在想，会不会演得有点尬，会不会觉得他有点太神道了，就会不会话太多，就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作为演员也是需要一些突破的这一方面，所以把我们3个人聚在一起，最主要我们3人就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蛮和谐的。我自己也追到18集了，一直在追剧的一线。后来我家里人都笑死了，还有他们刷那个弹幕笑死。但是我觉得我们觉得我们的氛围就达到了，联络人们都一起开心的追剧。对，我们3个人就在一起那种，就像老师说的兄弟情，那个氛围就有，氛围很好。等我们就3个小椅子放在那，谁叫谁积极去拍，大家就想把它拍好，就一鼓作气就想把它拍好，就是没有觉得就是一定累了不想拍了。但是像顺尧啊，还有弟弟啊，就我们都特别就是想把这个戏拍好。是的。合作了2部戏嘛，然后想问一下1搭2搭的合作感受，然后有没有想过3搭的事情？感觉唱一段 rap， 1搭2搭。我问完了。问完了。是因为我们俩加起来现在1搭2次都得小1年了吧，10个月了都差不多。对，而且合作其实都是古装然后我觉得挺轻松的吧，合作下来。然后什么问题来着？1搭2搭的感受想不想在3搭？就我觉得1搭2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有点像穿越的感觉，因为1搭在也在戏里面，2搭的话在第2个剧本里其实就很有意思然后因为可能第一次我俩一起拍完5个月的戏，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嘛，所以第2次拍戏第2次搭的时候，可能导演一上来说你们俩的这个陌生感要多一些，因为在戏里面可能要演出那种第一次见面的。如果有3搭的话，我现代戏吧。我觉得既然2个古装了，我觉得穿越到现代的话，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考虑过演什么题材的2个人？现代戏题材。就比如说是悬疑还是什么偶像剧之类的。希望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题材的作品找到2位老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可不可以2位还原一下，就是阿飞失忆之后莲花骗他的那个名场面？还原一下。就今天晚上就要播了。我是你的主人。肖老师可不可以喊一下主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你那个台词听着说，我最近真的在追剧，说明白点。我要说什么？主人。原台词就是主人是吗？原台词没有。对。试一下。难道你真的是你的主人？这2个字好像从我嘴里吐出。我的台词你记得比我还清楚。我不是说我天天追剧。可以吗？我都出汗了。好，可以。对，谢谢这位老师。谢谢。遇到肖老师是个厨艺大师，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您炸厨房的名场面，就是想问一下，最近的厨艺有提升吗？妈呀，现场回应。真的没有，确实是也条件不允许，然后厨房也不让我进，主要是，然后自己做菜其实挺烂我觉得可能我做饭的水平跟李莲花水平差不太多一样的。不是特别好吃，可能你都没有做过吧？我做过，没有。我觉得还是开水煮泡面比较适合我。开水煮泡面，所以那个炸开水泡面，那个炸厨房的名场面能不能帮我们还原一下？是再回忆一下。
回忆一下，还是不忍回忆了。其实那个特有意思，是因为我也没想到它会着火啊，就是颠勺的时候，然后觉得就是感觉这个炒菜的时候不颠两下勺，不着两下那个火，感觉这菜的不香，是感觉就是那句话怎么讲，就是你做的好不好吃先不说，反正动作要做到位。对，咱先那个架势给它先把架势拉出来。对我那个可能就一定是只有架势。但是那个其实做的也挺好吃的，确实还不错。以后多多下厨，好吗？他们都不相信一样。多多下厨，锻炼锻炼。琪琪加油！帅哥，好，拜拜。下播吧。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吃午饭了没有啊？没有。好吧。老师这问题是打算请我们吃还是？对啊，您是请大家吃饭吗？不是啊？那没有就是怎么请啊？你们说了算吧。大家好，抖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肖春瑶啊，饰演蝶飞真。我们今天什么？我们今天是还请到了我们方小宝，我们曾舜晞老师的这个人形立牌，都可以一起拿上来吧。有让小宝一起陪来，虽然人没到场，要不放在边上，因为大家这样竖屏拍的话，要拍到2位，这样可能就卡不进来。那么替老师凑近点。那我们后台这边。老师，把我整的有点紧张。没关系啊，咱就是抖音场，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就是来玩的。希望抖音的小伙伴们支持我们的莲花楼。好。谢谢。所以我们就简单聊一聊，大家放松下来，我们先来聊一聊《莲花楼》是一部改编自武侠小说嘛，所以男孩子们应该都会有武侠梦手。所以好奇2位当初在拿到剧本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心情？林老师先。对，老师说的挺对的，就是啊，因为每个男孩子都有一个武侠梦嘛。小时候自己也喜欢看武侠，打来打去，觉得自己都要成为大英雄。老师刚说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还是会有压力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武侠这样，从小人物到大英雄。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读这个小说的时候，他是从天下第一到李莲花怎么去选择一个方向。对，它是逆行式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说，拿到这个剧本和小说来说，自己还是当时是会有压力的。但是这种压力对演员来说也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动力。所以就是这个莲花楼里面的一项李莲花，现在播到18集，更多的是观众去检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观众才能学到，看他们对这个戏和这个角色的理解，好与不好。那我们抖音小伙伴们给陈立老师反馈一波，我们李莲花演的怎么样？好，真的大家都超爱武侠梦肯定有，然后其实当时也是特别幸运嘛，能遇到狄飞升这样的角色，但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压力大原因是狄飞升在陈斌老师的笔下，大家也知道是一个很传奇的这样一个大侠，所以他的话不多啊，雷厉风行，就很果断的一个人物。然后我在表演的时候，最大的压力就是生怕这个没有过多的台词，然后还要展现出一个大侠的这种气度跟那种气场，这个是很难的一个。当然也特别开心的是，莲花楼这个戏让我过足了这个武术打戏的然后也是真正的，我们每场戏都是真刀真枪，然后演员之间要套招也会认识很多，所以其实拍摄过程还是挺过瘾的。那像刚才2位说的，因为我们这个剧集内容本身它很精彩又很扎实，所以我们可爱的观众朋友们呢，也给咱们的剧产出了非常多有意思的这些梗，还有一些2创视频啊之类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想跟两位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好，那在正式开始聊之前呢，我们今天贴心的抖音追剧团也给李相宜准备了他最爱的糖果，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上来。给到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可以抓一点。哇，这糖果好漂亮啊！可以的。对，李相宜是，给你们。对，可以给我们现场来。拿不到。老师，拿不到。这边，老师，我们这边。老师，撒一把吧，往后撒吧。不要放。撒一点，往后撒，撒糖。哎，我扔一下，大家往后可能会掉到地上，但是很小。掉了。哎，那我们自己没留一个。给我们两位老师拿上来。开玩笑，开玩笑。吃。哎，还有啊？有好多。对，大家如果那个紧张啊，或者是饿，就可以随便现场吃。老师说菜兜里，对我等会吃，下班的时候。那我们想先问一问李莲花，一定要用扬州慢声解读吗？就我们北京热不行是吗？苏州快一些。对，刚刚上午的时候说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刚刚还说自己笑哭了，说真的特别感谢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梗，就是说什么湖南辣，广东热，四川麻，东北虎都来，就是特别可爱，你们谢谢。我就觉得这个如果说一个剧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心，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当然也是因为本身剧集的质量就足够嘛。谢谢。害羞，我们应该说这话。这句所以由我来说，我看姚老师糖都已经吃上了是吧？挺好吃的。好，那我们大家在说啊，说狄飞生，如果你想和李莲花堂正比试的话，那你也喝这个碧茶之毒就好了呀，就大家一成功力对一成功力，是很公平的事情，你觉得吗？那当然还是健健康康的打一场和比较好，不用两个人都蔫不拉几的在那儿比赛，也不好看打出来啊，所以还是把它们治好。其实有一种可能，比试只是一个借口，就是想把他的毒给他解了。是哦，你还是也有这个理，也有这个理解。不能剧透吧？不算剧透，不算剧透。后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吗？那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反转，大家记得一定要去看后面的剧情。那我们还有网友说啊，说阿飞和我们的方小宝两位其实就是一直在争夺李莲花座下第二哈基米的位置。想问一下陈毅老师，知不知道哈基米什么意思啊？其实我刚刚就问了他们说哈基米什么意思，狐狸精，他们也不跟我说，就是说让我来问问老师和你们什么是哈基米啊？狐狸精就是哈基米，就是可爱的小宠物，就是你小狗。哦，他就是哈基，那哈基米是什么意思？就是可爱，就是对大家新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就是形容可爱的东西，现在都叫哈基米了。哈基米，就是这个意思。哦，哈基米，哦，记住了。那我们站在莲花老师和阿飞的角度来看啊，到底你们觉得谁才是和李莲花天下第一好？天下第一好就是阿飞和方小宝两个人，谁才是真正和李莲花天下第一好？我都在这儿呢，还有这种问题？小宝的立牌不是也在吗？那我只能狐狸精啊，对不对？狐狸精啊，对不对？这个回答很机智啊，是吧？对你，我要回答问题，我回答这个问题问他的呀。两位站在你们两位的视角嘛。狐狸精啊，狐狸精是不是？哈基米，我真的，哈基米最可爱，哈基米对。我今天学到了一个很可爱的新词。狐狸精叫哈基米，这个哈基米，对，哈基米。那我们再来补充一个小知识，因为我们看上午周老师跟两位连线的时候有提到说两位都是爱人。陈毅老师知不知道爱人是什么？爱人就是英文字母的爱。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就是它就是最近流行，就是其实就是社恐的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内向。对，爱人叫做是英文字母那个爱啊。就是说爱人是社恐，然后艺人是社牛，然后也有网友分析说说觉得李相夷是爱人，然后李莲花是艺人，所以想知道程毅老师，你觉得现实当中自己会更像相夷还是像莲花？我一般是艺人吧，我一个人。艺人是社牛的意思。就是你很开放啊，外向。一个人是爱人是吧？就是内向的人就是爱人。那我是爱人。那爱人吗？是这么说的吧？因为这样。对，是的。没有说错。没错，非常符合我们诚意认证自己是爱人。那我们剧里，因为李相夷他是天下第一嘛，因为过于的强大了，被大家说是卷王之王。那程毅老师现实生活中，你觉得自己是属于卷起来的那种，还是躺平派的？这个其实我想说的是，不同年龄段不同的心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10几岁、20几岁，我现在是30来岁、30几岁，就是心境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是最重要的，也有自己卷的时候，也有自己躺平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其实了解自己想要怎么做是自己应该最清楚。我觉得也是，你想卷就卷，你想平就平吧，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遵循自己的内心最重要。是，不要随波逐流，要坚持。就是大家成年人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好奇啊，3位会在片场一起卷健身吗？因为3位都是身材非常好的，而且热衷于健身。其实我觉得我们3个在拍戏的时候还挺那个良性，就是特别有帮助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我觉得是渐入佳境。拍戏的时候可能越拍，3个人的关系我觉得也跟剧情也有关系。然后到最后我们3个人一个小队嘛，然后慢慢的熟悉，然后慢慢的有默契。拍戏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问题来着？就是健身。对，健身。因为程毅以前那时候我拍《莲花楼》的时候，我就看他以前，我说我操，我说你以前练的真的太厉害了然后后来就也是希望向程毅老师看齐因为也会交流一些，而且其实确实健身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拍动作戏会有很大帮助确实。就是你的对肌肉的控制啊，你拍戏的时候，你的对于身体的控制会很重要。程毅老师最近是疏于健身，就肖树阳老师这身材练得挺好的。刚刚他还在说，他说他目前最大的爱好是健身嘛。对。其实我和他正好相反，以前我每天都在健身，就好走的，就是每天健身嘛。现在因为。那现在肯定没你好，因为现在天天在健，我还慢慢在恢复。对，我也很喜欢，对我也很喜欢健身，但是肯定没有他练的那么好。没有，就有时间就继续。那我们有时间，千老师让我们检验一下健身成果。检验健身成果，那这么多人不方便吧？热度破万的。不是你刚刚不是还在说这天天健身，那也不能说是对吧？不一样，当现在嘛，咱有机会把这个成果发抖音啊，让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今天既然来到抖音专场嘛，所以也不能免俗的要问各位，日常会经常刷抖音吗？会，我觉得是有时间就会刷，也会有意思的一些，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说健身啊，会发一些健身的视频啊，然后一些摩托车的博主的视频啊，吃的视频啊，对，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也不敢多吃，然后对吃的都比较清淡，所以看一看那些好吃的那种，真的是望梅止渴。那我们程毅老师就在手机有话费可以用4G 网，或者说在酒店有免费 WiFi 的时候，咱会刷一刷吗？这真的神奇了，真的神奇了，和大家都一样同步。对，抖音啊，那抖音刷，就是最近尤其自己的剧在播的时候，《莲花楼》，我家里人，我妈妈都天天乐呵呵的。就是笑，就是嘴都笑不拢了。他说就天天刷抖音，身边的人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人不刷的吧。
是吧？对吧？没有不开的。对，因为大家都那么喜欢抖音，对吧？对，都刷。是的，那你刷吗？有没有看到过一些大家给你剪的五花八门一些案例的这些视频？就像妈妈看到的这些，就是很搞笑。像就制片人大哥就跳舞的那些，刚给我发了一个也有。是真的看到了是吗？对，看到了。哟，还刷到了。有几个人在那跳舞，刚刚发给我的。或者我们几个人制片人大哥特别可爱，他经常给我们发，他说你看你们这个跳舞的，还有这个几个什么把 P 的图啊，变成什么狗啊，对，变成狼啊，海基米，海基米，对，我们提到狗，我们网上最近有给大家玩一个梗，说3位是莲花三峡，用那个汪汪队的那个 slogan， 所以我们今天想看2位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吗？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莲花三峡认真探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配合。什么意思？就是它这是一句，就是网上一个很我们要说出来是吗？ slogan， 对，2位配合着，就是一人一句这样，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顺熙老师的这个人形立牌。哇，不见了。他这个就是一人伸出一手这样拍手，这样要伸手。台词是任何时间手，任何地点。然后2位一起，莲花三峡认真探案。任何时间。任何时，我说任何时。对，任何时间，一人一句，一起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莲花三峡，莲花三峡，认真探案。认真探案。好的，非常棒。非常棒。那我们陈丽老师最近既然都有刷过抖音啊，看没看到过自己最近被网友们在疯狂的考古啊？我看到了。陈丽老师是不是？陈丽老师知道考古是什么意思？知道年轻时候的吗？对，所以我们今天啊也是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我们都不敢看。我们特意给挑了几条经典啊，看我们今天现场要不要现场澄清一下，还是说认证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目前版本最多也是争议最多的，说你是在剧组捡到了一个别人扔掉的手机壳，然后想到导演凑合着用了。解释一下，老师。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拍《南方之围》的时候，人家问我真的把别人的手机壳套上自己的壳了，人家说毅哥，他们说你也真可爱了，人家是换手机，你老就是换壳换手机，而且来换别人的壳，对，换别人壳，我自己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好像都长一样，就那手机和那壳就套上了，自己真不知道。所以那个壳真的是捡。所以他们老是见我的时候，毅哥你可真会省钱啊，连这个钱都省。我说我真不知道，对，就是这样的。好，那我们还有说你直播像社恐，然后在片场的时候像个恐怖分子。就直播的时候过于内向，在片场的时候又很社牛。那片场是，我在这。觉得真的，我见识过。提供证言不要了。因为片场那是我职业嘛，我在工作的地方嘛，就是想必大家，如果工作的时候，大家遇到同事的时候跟我差不多。对，这个是慢慢来啊，下次表现好一点。工作时候的艺人，然后我们生活中还是个爱人。那第3个说你难怪演古装剧这么传神，原来真的是个古代人啊。我不是现代人，站在你面前。就是说，可能跟什么手机啊、各种现代的这些电子设备啊什么的，有一点不太熟。熟吗？还好吧，现在熟了已经，现在都用上4G 网了。是4G 啊，就是现在已经很熟，就是新闻。你这用过？对啊，所以大家一样嘛，没有说那些就这么夸张嘛。对，就是夸张了，大家夸张。跟我们陈毅老师对认证自己是现代人。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忘了这些，要专注于工作嘛。那我们最后一个说，还是让大家多多包涵。那我们最后一个是说陈毅好像真的会武功，
大家觉得你真的会飞，就是有一个跳崖的剧，跳崖的那个是实景拍摄，是真的从那个上面跳下来。其实老实说，第一个问题，我其实真的不会武功啊。你像成龙大哥是真的会武功的，像李连杰老师，因为更多的其实还是我们胡指老师，因为其实他给我们设计的动作。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部戏如果受到大家的喜欢，这幕后的团队是非常强大的。因为这些所有的设计，包括，但是我们所有演员也是非常团结。像顺尧也是，对吧？让我们开始武打戏的时候，就是说，老师怎么给我们设计，我们都拼尽全力去做，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年轻小伙子也能让大家觉得是一拳一脚打出来。而且其实，在戏里面，比如说第一场拍那个东海大战的时候，我没想到会做那么多动作，我们一共拍了9个大页，就简简单单的几分钟的时间。那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是几乎是我们能够完成，都让我们自己去完成。所以整个招套下来都是拿刀拿剑，所以其实速度还不能慢，你还不可以就是节奏不可以掉下来，同时还要打出来。其实那个其实也拍的比较没有像那么简单。对，有时比如说镜头好了，我们两个，因为基本上你看那个有一个动作就是那个。就是你划我打我360度一转，它就要一气呵成。对，但那个其实我们拍了好几个小时，对，那个真的很难。那个而且凌晨就去拍的，就是当时好像我们俩其实也有点拍过，但是就没有放弃，老师也没有放弃，来再来。我当时我就不信做不好它，所以这一点就是大家不放弃这种精神，对，因为它必须要卡点，因为我们俩打好了，机器没打好也没有用。对，需要所有人很努力的一起配合。所以这个我们好作品是大家每一个工作人员加上演员们集体的付出才能换来的。对，是。那我们今天还有来了一位我们抖音上面有一位达人，他也是我们莲花楼忠实的这个联络人啊，要给2位来送一个见面礼。来，我们欢迎大哥，欢迎。哇，整活了。整活了。主唱老师们好。老师好。那个文竹，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少时健呐。我一听您重出江湖了，然后这个要钱有方作病，然后要保镖有咱们敌飞手，我说这怎么能不给我门主来一个趁手的武器呀？我连着冒大雨，我马不停蹄的我就赶到你身边，我和你重出江湖。然后这个当年您在屋顶上红绸舞剑引万人空巷。然后今天我这也带了一个红绸来，不知道能不能带给大家重现一下这万里红绸。哇哦，我们陈老师腰可能不太行，抛出去，我都准备好了，关怀备至。我抛出去，就给我们扔一下就行了，是吧？这个很轻，这个很轻。那就往这边，好吧？可以往这里，砸我，这边砸我，容易出现。老师让你讲，红绸舞剑飞啦！谢谢。我这先拿下来吧。可以，来拿下来吧，挺累的。今天这个给您准备了礼物，因为这个莲花楼我实在太喜欢看了，我们家上到80，下到8岁都非常喜欢看，然后给您画了一把扇子。真的，我们抖人们这个都超爱这你看，这是我们自己送给自己画的扇样式的一个，打开看，是我们嘎子亲手画的一个扇子。不是我画的，是我们家老太太画的。对，是这个前面是你在剧中那个李相夷特别帅的那个挂画，然后背面是咱们你的那个李莲花行走江湖格言，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哇，太有心了！然后这个断更这3天，咱们各地联络人也没闲着，我们把解药给你找着了。阿飞，我们给你也准备了一份，因为我怕以后这个脚大圣女发疯，给你整了一个求心爱，万一给你下必杀技，我怎么整啊？然后这个解药上起来，我们上解药。谢谢，考虑的真周到，真的是。这是画的，这是奶奶画的。谢谢奶奶。后面用茶腌一个。
这是我们网上搜出来的，对，可以喝的，喝了就解非常身体。是的，现在别说万一以后再无身份证就喝吧，只有一个了。然后这个我非常喜欢程毅老师采访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就是您对这个理解嘛？您说过一句说，江湖虽远，但侠义永存。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不同的侠者。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莲花楼》的原因，因为《莲花楼》这部剧里它的江湖也很大，但不只是有少年驰骋江湖的热血，更有每个人坚定本心的这种不易。然后最后这个也带来了。也带来了我们很多果的一个祝福，就是祝你以后能够万事顺遂，再也不会受任何委屈。我都特别好。然后最后你是最棒的，然后最后我们祝莲花楼一定会收视长虹，成为经典中的经典。谢谢大哥，我们会越来越好。打得上了几句话，谢谢。来，我们程毅老师，感动了啊！来，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媒体提问环节，等一会儿啊，我们老师，对，我们先把这个解药拿走一下，中间一点，左边站，没关系，就这样。行 ，OK。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媒体群访环节啊，先是于凡姐姐在哪里？来，辛苦我们工作人员我直接喊吧，好，直接喊就可以，这个嗓门很大。程毅老师，真的，我们全公司都在看《莲花楼》，真的巨好看。我先代表我们全公司的同事，在这种就是加班期密集的这个暑期档的这个阶段，然后跟我们的《莲花楼》剧组表示一下感谢。我们真的太喜欢了，真的快乐又解压，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快乐源泉，真的超级开心。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追剧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说，我们从第1集，然后2位老师就是在打仗，然后10年后呢，2位老师就相遇了之后，就一直在打嘴仗。我就想说，你们互相在对方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能现场互相对对方以角色的身份表个白吗？可以吗？哎，老师，你是哪个公司？底色文化。谢谢这个公司支持我们的莲花楼。谢谢程毅老师。也感谢。就是我们要在戏里面说一个就是吵架一下，是吧？就是可以啊。莲花和阿飞两个人用角色的这个感觉互相表个白，互相表白，对，可以吗？表白。用莲花楼，用李莲花表白。用李莲花啊？对。我也李莲花，你也李飞升。其实我想剧透一下后面的剧情。有一个点，不是有一个点吗？就是说在这边是20几集，后面就有这么多人随意发挥嘛，反正就你也李飞升，我也李莲花，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李莲花老是对你翻白眼，这生活当中怎么翻呢？好，李莲花想想，哎，去。这后面的剧情有啊，真的有。这是阿飞，以后当阿飞了是吗？是主人吗？是主人吗？就是主人。主人。阿飞有没有叫主人？阿飞叫主人了吗？好，主人。我去剧透了。好的。你得演狄飞升。可以。可以，好，谢谢，感谢。我们接下来老师们也要加快速度一下。第2个冥想中日子，来辛苦听一下吗？来吧，辛苦，加快进度。您好，想问一下程毅老师，最近有在实时追剧吗？是的，我最近真的在追电话。那最近断更几天，有没有像我们一样，就是没有莲花楼的日子，感觉特别的虚无？这个肯定也是有的，但这几天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我这几天也是在，首先来宣传我们的莲花楼，还有这在北京和上海跑。
就是有点忙是吧？对，最近恢复了嘛，就是在跑宣传，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莲花楼。好，一定抖会。音。好的，谢谢。我们接下来巨星来喽，去哪里？来，铜牌的，辛苦我们递一下麦。想问一下那个程毅老师，就是剧里的李莲花不是心眼子特别多吗？主打一个就是会忽悠，然后想问一下你在你心里，就是你和李莲花比，谁更心眼子多一点？为什么？我哪有李莲花那样的智慧啊？差太多了，对吧？对，呕心的点头啊！谢谢。哎，那不是有2个问题吗？因为刚刚那个就是想让那个现场呈现一下那个叫主人那个环节，所以叫过了。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的宣传，我见着他都得叫主人，因为叫主人可以。大家断更3天，就是下一场就10点12集就有那个预告，对，预告一出来就是大家特别喜欢，说你怎么失忆了？对，主人一说什么都对。今天现场来很值。那我们接下来影鱼教父，没有来在前一排，辛苦。想问一下程毅老师，因为在剧中看那个是演一个天下第一剑客的隐退生活嘛，然后想问程毅老师，退休以后的有没有想过退休以后去做些什么？要开始退休了。那看着今天上演的戏了吗？那首先，就我觉得退休这个事情，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还真没有想过退休这个事情。人家问的是你戏里边，是不是？不是，戏里边退休，不是，就是他本人。本人啊。想一下70年后的老人是怎么样？我这个问题我真的还没有想过，但是如果真的要退休的话，我觉得有点早，别退休了，不要退休。但我觉得还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跟李莲花，如果真的退休了，我觉得可能跟李莲花就是做饭啊，就是种菜啊，养养小动物啊，钓鱼啊，我觉得差不多，和他会比较这一方面比较像一点。那我们也期待程毅老师千万不要退休，求您来。那我们最后。